经常去寺庙烧香拜佛的人，都想知道佛菩萨有没有保佑自己。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惑，佛菩萨如果保佑自己，自己要如何才能知道？很多人认为这世间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佛菩萨，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，这世间每一个人众生都见过佛菩萨。当你身上出现这3个征兆，就说明菩萨正在保佑你。华严经中记载，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，与其眷属1万人俱，常在其中而演说法。佛经中记载，文殊菩萨经常会在五台山为众生说法，可为什么我们见不到文殊菩萨？很多信徒不远万里来到五台山朝拜，都想得到文殊菩萨的加持，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见到文殊菩萨？其实并不是文殊菩萨没有出现，而是你见到了菩萨，却没有认出菩萨来。传说文殊菩萨会迎接前往五台山的每一个人，很多高僧大德去五台山时都会遇到文殊菩萨，很多信众去五台山也会遇到文殊菩萨。菩萨在度化众生时，会根据众生的不同形态和众生的不同处境，示现不同的形象。真正的菩萨不一定是出家相，菩萨还会示现出愤恨相、慈善相、贫贱相、富贵相、怯弱相、勇猛相、残疾相等等。其实你去五台山拜佛时，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文殊菩萨，遇到的每一个众生都可能是菩萨的化身，只是你不认识菩萨而已。佛记弥勒真弥勒，分身千百亿，时时是世人，世人皆不识。第一个征兆，经常遇到贵人。大家都听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佛语，可是真正能够理解内涵的人却少之又少。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机遇，只不过因为个人我生活的影响尚未开悟。如果生活中经常能够遇到贵人，那么就要恭喜你了，因为这些贵人就是菩萨派来保佑你的人。我们身边遇到的每一个贵人都是菩萨的化身。如果大家不相信，可以去体会，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会有人及时伸出援手，帮助我们化解危难。所以说，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贵人，都是一尊心地善良、拥有慈悲心肠的菩萨。佛教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，读懂了其中的内涵，想必就会明白贵人及菩萨的道理。从前有一个人不慎掉进了海里，由于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，于是就祈求观音菩萨救救他，因为他相信自己虔诚敬奉的观音菩萨一定会在关键的时候保佑他。就在他饱受海浪侵袭、海风吹打的时候，海面上飘来了一块原木，只要他能爬上这块原木，顺着洋流漂到岸边，他的生命危机就被缓解了。可是这个人却并没有理会，他只是一心念佛，祈求菩萨亲自来救自己。
于是这块原木就飘走了，也就是说，他失去了一次逃生的机会。又过了一会，一个船夫划船经过，这位船夫看到他之后，马上叫他上船，可是这个人却拒绝了船夫的好意，并坚持要等菩萨来救自己，因为他坚信菩萨不会见死不救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海水上涨，很快就淹没了他赖以求生的一小块陆地，那个人也淹死在了海里。他去世后还真的见到了观音菩萨，并且向菩萨抱怨为什么没有来救自己，可观音菩萨却慈祥和蔼地看着他说，我曾化作原木和船夫，2次想要救你上岸，都被你拒绝了。那人听完菩萨说的话后，顿时后悔不已。如果当时自己能够抓住这2次逃生的机会，想必一定会得救，也就不用抱怨和遗憾了。菩萨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信仰，他们只活在每个人的心里。如果菩萨真的示现出真身，想必很多人就会像叶公好龙一样，被吓得屁滚尿流了。所以菩萨为了方便普度众生，总是会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出现在虔诚的信徒身边。可以说，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贵人，每一个都是菩萨的化身。第2个征兆，经常遇到恶人。恶人顾名思义就是无恶不作之人，他们杀人放火，烧杀抢掠，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遇到恶人之后，你对恶人的态度往往决定了你是否能够遇到贵人。如果你能用一颗慈悲心、恭敬心去真诚地对待每一个生命中出现的人，就会发现每一个众生都是佛菩萨的化身。维摩诘经中记载，但凡是大恶之人，也都是菩萨的化身，他们是菩萨用来考验众生的恶相。佛陀身边的提婆达多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，但最后确实提婆达多帮助了佛陀，让他经过修行之后成为了菩萨。生活中身边会出现很多伤害我们的人，用佛教的说法，这些人是来帮助我们的，因为他们可以帮我们消除业障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那些伤害自己的人，那么久而久之，自己就会变成一个没有进取之心的人，而且身上的业障一点都不会消除，也就不可能修成正果了。所以大家不要再抱怨见不到菩萨了。生命中的贵人、恶人、好人皆为菩萨，只不过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自知。如果你能用一颗慈悲心、恭敬心去对待每一个众生，就会发现原来每一个众生皆是佛菩萨。佛家常说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金刚经上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虚妄不实的，在一切虚妄不实的现象当中，唯有因果是真实不虚的。佛法认为，一个人种什么因，就会得到什么果。世间任何事情都逃不过因果，任何一件事情在发生前
都会出现一些征兆。当你身上出现这4种征兆时，很可能是佛菩萨在提醒你，该去积累福报了。有些人可能心中会有所疑惑，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佛菩萨，菩萨怎么会提醒自己呢？其实你已经见过佛菩萨了，只是你自己还不知道而已。记得文殊菩萨曾说过一句话，文殊菩萨说，他会亲自迎接每一个到五台山的人，每一个人去五台山的人都会见到文殊菩萨，只是由于自己身的障碍垢染，所以认不出菩萨。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佛菩萨，你所遇到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是佛菩萨对你的提醒。我们应该尽量保持对所有人和事的恭敬。第一，诸事不顺。如果你身上出现了这个征兆，这可能是佛菩萨对你的提醒，要小心了。诸事不顺其实是恶因带来的恶果，如果你还继续作恶，可能会招来更严重的果报。第二，烦躁不安。如果你最近烦恼越来越多，经常莫名其妙的躁动不安，这种情况也是佛菩萨的提醒，你该去积累福报了。因为恶因总是躁动的，善业总是清净的。如果你经常烦躁不安，一定是恶因带来的恶果。第三，常做噩梦。一个人经常行善积德的人，梦境往往是美好的。一个经常作恶的人，会经常做噩梦。如果你最近经常做噩梦，就要注意了，这种征兆说明了你的福报正在减少，一定要赶快去积累福报。第四，经常生病。身体上的表现跟一个人所造的善恶之业有关。如果你最近经常生病，这种征兆也是福报损耗严重的表现。若不及时积累福报，一旦福报耗尽，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。当你身上出现这4种征兆，也不要过度紧张，因为这些征兆是佛菩萨的提醒，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既然是征兆，事情就还有回转的余地。如果你忽视了菩萨的提醒，继续造恶，很可能就会酿成大祸。出现这4种征兆时，可以去做4件事。这4件事可以帮助你快速增长福报。当你福报多了，各种不顺的事情就会远离你。第一，去孝顺父母。佛教认为，孝顺父母是世间最积福报的事。俗话说，百善孝为先。如果你能去孝顺父母，福报就会失而复得。第二，多去放生。放生的功德最大。当你福报消耗太多时，只要多去放生，福报就会不请自来。第三，持戒修身也能增长福报。当你去持戒时，就能得到清净的定力。有了定力，智慧就会升起。有了定力和智慧，就不会再受到恶习的影响，就能断恶向善，改变命运。第四，布施也能快速增长你的福报。
如果你身上出现这些征兆，要想化解不顺，可以多行布施，广结善缘。这4种征兆，你身上有吗？这个世界上，并不是人人都信佛的，都懂因果的，甚至嘲笑学佛、信佛之人。也经常有人好奇地问，拜佛菩萨真的管用吗？拜佛当然管用了。曾经有位朋友告诉我，以前他也不相信，但在去寺庙拜佛后，生活中那些不顺心的事果然变少了。我又问他，你能跟我说说拜佛时的经历吗？你到底对菩萨说了什么？他跟我讲述了自己拜佛时的经历，听后我恍然大悟。他说，我去寺庙拜佛时，遇到了一位99岁高龄的老僧。老僧告诉我，在佛前默念3句话，好运自然来。我听了老僧的话，在佛前默念了3句话，什么事都没有求菩萨，结果好运真的来了。默念第1句话，一切唯心所造。老僧告诉我，只要在佛前默念这句话，并在你遇到不顺时，也去默念这句话，心情就会变好。我尝试了一下，果然真的跟老僧说的一样。佛教认为，一切唯心造，万法由心生。正如《华严经》所说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其实你所遇到的事情，都是自己的内心所幻化出来的现象而已。一次苏东坡和佛印在一起打坐，苏东坡问佛印，你看我打坐的时候像什么？佛印看了苏东坡一眼说，我看你像一尊佛。苏东坡看佛印穿着黄色的袈裟，便忍不住说了一句，我看你打坐的时候像一坨狗屎。佛印笑了笑，并没有继续说话。苏东坡见到佛印无言以对，很高兴，回家就跟苏小妹说，我跟佛印论禅从没有赢过，这次竟然大胜而归。当苏东坡把经过跟苏小妹讲过以后，苏小妹却说，哥哥，你这次输得更惨了。苏东坡问道，为什么呢？苏小妹说，佛印看你像一尊佛，是因为他心中只有佛，所以他看什么都是佛。而哥哥你呢，看佛印像一坨狗屎。这说明了什么？很多人经常看他人不顺眼，其实并不是他人真的让你不顺眼，而是你的心出了问题，心中没有顺眼，没有光明，没有慈悲，没有佛菩萨。当你能够用像佛印一样的内心去看待身边的人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你身边到处都是菩萨，到处都是美好的事物。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，就会收获什么样的情绪。当你用一颗慈悲、感恩、美好的心去对待生活时，你就会感受到快乐、幸福和喜悦。世间一切外在的现象，都是你内心的显现。你有什么样的心，就有什么样的命运。楞严经上说，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，一切因果。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，
人只要有爱心、慈悲心、感恩心，用善念对待一切人和事，所有的物质都会变成美好的景象。默念第二句话：万事皆有因果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所遇到的不顺和灾祸，其实只是因果报应。因果报应有善报和恶报，如果你经常行善，就会得到善果；如果你经常作恶，自然会招来恶报。佛经上说，善男子，知善因生善果，恶因生恶果，远离恶因。只有远离恶因，才能远离不顺和烦恼。只要你能相信因果，并且多种善因，好运自然来。当你遇到不顺时，不要去抱怨，抱怨没有任何意义。你只需要默念这句话，并且用善的行动去化解不顺，好运才会出现。默念第三句话：一切因缘和合。老僧告诉我们，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因缘和合的现象而已。无论你遇到的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，其实只不过是因缘和合。金刚经上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因缘和合的事物，就好像梦幻泡影一样，其实是虚妄不实的，其实本质是空无一物的。如果你能用不执着的眼光去看待你所经历的事情，就不会经常患得患失，经常伤心难过。因为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，一切就好像昨夜的梦一样。你不要指望快乐可以停住，更不要认为悲伤不会过去。老子说过，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快乐只是短暂的，痛苦也是短暂的。无论你遇到了什么事，都只是暂时的因缘和合，很快这件事的性质就会发生转变。所以你无需去抱怨或难过，只要用一颗平常心去面对生活就好，不必执着，因为一切都会过去，一切都会变好。只要你的心变得美好了，好运就会降临。有缘人，如果你信佛，首先要相信因果。如果你相信因果，就会知道福报和好运其实是善因带来的善果，而灾祸和痛苦其实是恶因带来的恶果。要想好运越来越多，福报越来越大，可以牢记这两句话。第一句话，吃苦就是在了苦，牢记这句话，对自己有好处。很多人都害怕吃苦，不喜欢承受痛苦，却不知痛苦其实是自己的恶因恶果，更不知道只有吃得苦中苦，才能方为人上人的道理。吃苦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在佛教看来，吃苦就是在给自己消罪业，吃的苦越多，罪业消除的就越多。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陀在没有证悟成佛之前，曾苦修6年。这6年不仅是在了苦，也因为这6年，佛陀才能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。佛陀悟道后，
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实用的人生真理，那就是中道之理。中道思想是佛陀所悟。佛陀告诉我们的道理是，不要过度追求痛苦，也不能过度追求快乐，只有不苦不乐的人生才是最清净自在的。因为我们过去的罪业太深，所以我们要以多吃苦少享福为主。如果你的福报非常大，可以适当多享受一点福报，少吃一点苦，但这种人往往都是极其少见的圣贤之人。我们普通人还是应该选择多吃苦，少享福，这样未来才能有更多的福报可享。第二句话，享福就是在消福。佛教认为，享福并不是一件好事，因为福报享受了就没有了。如果不去继续积累福报，灾祸就会随之而来。曾国藩曾告诉自己的家人，今家中境的虽见宽裕，且有福不可享尽，有事不可使尽。若能常记这句话，对自己非常有好处。福报不是用来享受的，人的福报都是有定数的，你消耗花一分就少一分，你积累一分就多一分。在佛教看来，如今已经不是正法时期，因为人们的贪欲在不断的增长，智慧在不断的退步。这个时期积累福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甚至很多人都以纵欲享乐为辅，勤俭修福为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更加懂得惜福才行，千万不要再去随意消耗来之不易的福报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慈悲赐祥瑞，愿你一生顺遂无忧，吉祥如意永安康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